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顶级手套。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顶级手套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顶级手套 Top Glove Corporation Berhad 成立于1998年12月，是一间投资控股公司。业务主要通过旗下子公司为世界各地提供橡胶手套，是全球最大的手套制造商。第一间顶级手套公司名为 Top Glove Sdn Bhd， 是由创办人林伟才和他的妻子董秀美在1991年7月共同创立。初期只是经营手套贸易，到了1992年4月，公司开始在位于巴生Jalan Meru的第一间工厂运营第一条生产线。同时推出了自己的顶级手套品牌，成为制造、贸易和出口的手套制造商。通过不断的努力工作下，公司从1993年到2000年间，持续成立了另外4间子公司，还有4间制造厂，生产线也增加至41条。这段期间，公司也不断的招揽专业人员和经验丰富的员工，以增强管理团队的实力和活力。2001年3月27日，顶级手套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的第2板上市，并在隔年成功转至主板上市，代码为7113 Top Glove。接下来的3年，顶级手套继续的在国际市场扩展业务，到了2004年，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制造商。随着全球多种行业的卫生意识逐渐提高，顶级手套的收入几乎年年增长。2018年的年收入更是首次达到了40亿令吉以上。除此以外，公司也在2018年收购了具有争议性的 SBN 医疗手套生产商，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手术手套生产商。到了2020年中期，续天然橡胶手套和手术手套成为最大制造商之后，又再次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钉金手套制造商。经过了接近30年的奋斗，顶级手套达到了多项创举纪录，并且将放眼于2040年之前列入财富世界500强。顶级手套是马来西亚的橡胶手套制造商，业务遍及世界6大洲里的195个国家。目前公司拥有45间制造厂，当中包括700条生产线以及2万名员工，每年可制造高达800亿以上的手套产品。公司的业务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手套产品，例如乳胶手套、钉金手套、手术手套、PVC 手套、TPE 或 CPE 手套等等，还有其他使用橡胶制造的医疗和健康产品。乳胶手套也称之为橡胶手套，是一种取自于橡胶树枝叶制成的天然材质产品。这种手套拥有良好的弹性，没有任何化学成分，还有很好的耐磨性和耐穿刺性，可以作为家庭、工业、医疗、美容等行业使用，是必备的手部防护用品。乳胶手套也可以分成有粉手套和无粉手套。有粉手套是在制造时添加了玉米淀粉或滑石粉，主要是为了方便穿脱和防止手套粘在一起。无粉手套则是经过滤化的过程，有助于减少乳胶手套的粘合性，因此不需要粉末即可轻松穿脱。钉金手套是一种合成橡胶手套，由丙烯腈与丁二烯单体聚合而成的共聚物。这种手套因为是采用化学合成乳胶制成，所以不含天然蛋白质，不会发生过敏情况。除此以外，钉金手套也拥有多项好处，包括防静电性、耐油性、耐热性、耐磨性等等，所以适用于工业、食品行业以及医疗领域。手术手套大部分是用在外科手术上，是属于一次性产品，主要是在手术期间佩戴在医护人员手中，以防止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感染。其他手套产品还有 PVC 手套、TPE 手套和 CPE 手套，贡献值不多，只占据公司的手套销售营业额的3%而已。除了手套产品以外，
公司的其他产品也包括了口腔护理，如乳胶、牙科橡皮杖、一次性3层口罩、性健康如安全套，以及其他多种橡胶产品等。现在来为各位介绍顶级手套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顶级手套在2020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11亿9024万令吉增加了41.88%至16亿8832万令吉，净盈利则从去年的7467万令吉上扬了366%至3亿4790万令吉。营业额的增长是因为在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情形下所导致的销售量的空前增长。至于净盈利的暴增，是由于手套在全世界都供不应求，导致了价格的飙升，所以可以从损益表中看到营业额增长了48%以上，而营业费才增加了15%左右，当中的差价就自然成为了公司的净盈利。公司也有在季报中提及到，目前的每月销售订单增加了大约188%，导致交货从原本的40天延长到大约400天，因此现在下的订单只能在1年后交付。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增加了30.18%至73亿9974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主要变化大多数是在流动资产，而当中变化最大的是在证券上的投资，比9个月前增加了13亿6400万令吉左右。这是因为公司把资金投资在货币市场基金上。另外，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比9个月前提升了28%左右。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客户暂时拖欠这部分款项还没缴清。至于现金和银行余额，比起9个月前增加了1倍以上。从这方面就明显看得出，公司在这一季度是赚到盘满钵满了。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9个月前也减少了13.58%至27亿1001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总负债减少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司的贷款减少了。短期贷款比9个月前减少了大约47%，而长期贷款也减少了30%左右。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公司的合约负债比9个月前增加了6倍左右。没办法嘛，现在手套在全世界都供不应求，哪个顾客给钱先，就先帮哪个顾客制造先，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至于现金流表，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暴增了218.98%至11亿9627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现金流入增加主要是因为这一季度的税前盈利所致，还有就是流动负债中的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以及合同负债的增加，也是导致现金流入增加的原因之一。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就从去年的3亿4472万令吉暴增了383.48%至16亿6642万令吉。现金支出增加主要就是公司将一笔资金投资在证券里了。刚才在资产负债表中也有提到过，在这里大家可以发现到现金流表跟资产负债表的数额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现金流表只是记录现金流动量，而不是记录总额，所以数目上是会稍微有些不同的。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也从去年的524万令吉扩大至6亿5220万令吉，涨幅疯狂飙升了大约123倍左右。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在这一季度发行了永久回缴债券来筹集13亿令吉，以削减贷款和充当资本开销、营运资本以及一般的公司用途。这永久回缴债券的初始年收益率为每年3.95%，算是有史以来在大马市场进行企业永久债券交易的最低收益。总结来说，随着全球的生产业逐渐成熟，橡胶手套的使用率也跟着提升，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业务。而每当经济低迷时，手套的需求量仍然或多或少录得增幅，证明手套业务是一个抗跌性极高的领域。不但如此，
每每在全球面临高风险传染病，如 SARS、MERS、H1N1，还有现在的新冠肺炎大流行时，手套行业的业绩都会随之增长。这是因为医疗行业需要大量手套，而导致供不应求的关系。所以如果看回公司这个季度的财务表现，业绩是爆炸性成长的，而这也使到股价跟着攀升。那么现在还可以买入这只股票吗？如果是看股价或本益比的话，现在算是属于偏高了，但是很难说得上是已经到达高峰，因为全球的疫情确诊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如果现在心痒痒想买入的各位，必须要做好风险管理，毕竟谁也不知道疫苗到底会几时被研发出来，到时候可就一指错，满盘皆落锁了。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